奴らはサイコパスの犯罪係数が規定値を超えた人格破綻者だ。ただ一つ許可された社会活動として同じ犯罪者を駆り立てる役目を与えられた。奴らは猟犬。如果想要劝身边的朋友入坑的话，你会推荐什么番呢？我当然会推荐心理测量者啦，赛博朋克中的警匪片。在点进去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出不去了。强烈的反乌托邦色彩，再加上大类的猎奇元素，相当的符合我的口味。后来一看编剧，哎，这不是老徐吗？啊，那难怪了。咱们今天就来看看这部让我欲罢不能的番剧。故事发生在科技发达的未来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感情、欲望还有内心的小情绪，都会被西比拉系统记录下来，然后分析得出一个心理指数。这个心理指数还包含着犯罪指数，一旦这个犯罪指数超标，就会被系统判定为潜在犯，成为被社会隔离排除的对象。这个时候就需要执行官登场了。如果能够积极配合的潜在犯，还能再抢救一下；企图反抗的话，就等着原地暴毙吧。其实呢，执行官也是潜在犯，他们自身有着相当高的犯罪系数，能够轻松的接近犯罪根源，所以被视作犯罪预备军，因此受尽了冷眼。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监视官的严密监控，更别说是私自行动了，听起来更像是警察局里养的猎犬。而监视官一般都是些三观端正、遇事冷静的社会模范。我们的女主长手猪就叫她小猪吧，成绩优异，是500位同学里唯一一个考了700分的，也只有她一个人得到了公安局的 A 判定，所以她觉得在公安局里一定存在只有她才能完成的工作，所以呢，她就成了一名监视官。上任第1天就遇到了一起案子，这运气堪比柯南。接待她的是上一任的监视官申源，现在呢已经被降职成了执行官。这个男人对新人非常严厉，直接就让新来的小猪上了前线。这次要抓的潜在犯叫大仓，这个家伙很有可能染指了违禁药品。接到扫描器，察觉出了他的色相异常，就报了警。无人机要求他接受治疗，但是他不但放弃了治疗，还挟持了一名年轻女性，逃到了无人机无法进入的废弃区。这种情况下，只能靠执行官出马了。在这里，小猪和他的队员第1次见面。俺は可愛い子ちゃんと一緒がいいっす。啊，小伙子，你不太对劲呀！这个黄毛叫滕秀星，热情开朗，爱开玩笑，5岁就被判定为潜在犯。申源分配好队伍之后，大家拿上各自的支配者，准备分头行动。这里我要说一下支配者这件武器，只有监视官和执行者才能够使用。在遇到紧急案件的时候，它会自动识别潜在犯的犯罪指数，只有在指数超标的时候才能发起攻击。它还能根据对方的犯罪指数转换攻击模式。第1，基本模式，它会使对方丧失抵抗能力，并且进入昏死状态。这种模式对刚服用过违禁药品的潜在犯无效。如果他们的危险系数过高，支配者可以转化成第2执行模式，这个模式就很厉害了，它能使被击中的部位以及周围的组织瞬间炸裂，属于致命模式。第3执行模式虽然有3秒的延迟，但是威力巨大，被他打中就会魂飞魄散，一根毛都不剩。小猪同学第1次使用支配者，队里的元老智己就教了他一个6字真言：全部ドミネーターの言いなりになって撃てと言われた相手を撃ちゃいい。啊，总结的相当到位。小猪拿起了支配者，和他进行一个连接，支配者检测出他的详细信息。小猪还想要份说明书呢，智己表示你躺好就行了，剩下的交给我们。一直沉默的男主也终于说话了。その責任を負うのは監視官であるあんただ。だから俺のやり口が気に入らないときはそいつで俺を撃て。真的是又帅又拽，各位我不客气了，先舔为敬啊！这个男人叫角电慎也啊，就叫他角哥吧。角哥就是我们的男主角，被智己称为木头人。小猪跟着他进了废弃区，因为是第1次实战，他也相当紧张，用支配者对着周围扫了个遍，最后还扫了一下智己。看到指数的那一刻，他才相信眼前这个脾气很好的男人真的是潜在犯。但是智己人确实挺好，脾气好又细心，经常被人称为老爹。另一边，罪犯对女人起了歹意。一度でいいから抱いてみたいと思ってたのさ。简直就是禽兽！原来他也是正常人，做事规规矩矩，为了不惹人生气，不给人添麻烦，畏畏缩缩的活着。因为1次未能通过检测，就被当做了犯罪者，这让他彻底崩溃了，准备自暴自弃。如果他没有绑架别人的话，我还挺同情他的。黄毛率先找到了罪犯，给他来了一枪，没想到这个罪犯还真是嗑了药的，麻醉对他根本不起作用。支配者对他的评定也从基本模式转换到了致命模式，看来他的心态已经崩到不能再崩了。抱起女人就往外跑，中途他停了下来。あんたのサイコパスもう俺のとそっくりじゃねえか。てめえも俺と同類だ。奴らに捕まったら終わりだ。你没看错，作为被害者，他的指数也不断飙升。这是因为只要有人犯罪指数在快速上升，就会像传染病一样波及周围的人，俗称精神污染。此时老爹和小猪赶了过来，罪犯以人质为要挟，让老爹把枪丢过去。老爹很听话，当即把枪给了他。罪犯放下人质，正准备朝他们开枪，却发现这把枪在自己手里屁用没有，但是已经晚了。ご愁傷様。潜伏在远处的角哥给他来了一枪，这一枪也彻底成了我追番的理由。这也太炸裂了吧！每次一看到这儿，我都忍不住夸一夸制作组牛批。
说回正题，罪犯死后被他绑架的女人已经吓傻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自己的眼前炸开了，换谁都受不了呀。他的情绪失控，小猪过来安慰他，但是在小猪身后的老爹已经把枪口对准了他。明明是受害者，是需要保护的对象，现在却成了罪犯。小猪不能接受这种事情，于是他就抱住了准备开枪的老爹。他觉得女人只是陷入了混乱，不用这么粗暴的对待，安抚一下或许就没事了。女人因为慌张失措滚下了楼梯，她撞倒了汽油桶，拿出了打火机。角哥手拿支配者向她走去，小猪赶了过来，他劝说角哥不要对女人开枪。此时支配者对女人的判定已经升级到了致命模式。小猪在角哥准备开枪的时候，先给他来了一枪啊！还有这种操作，旁边的老爹都已经看傻了。从业多年，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角哥就这样倒下了。帅的人连摔倒都帅的一批。女人回过神来，挥舞着打火机。小猪对她说：“放下吧，否则这把枪会杀掉你。求你了，我想救你。”最后还对着那个女人笑了一下。女人听了他的话，放松了警惕，熄灭了打火机。支配者也更新了对他的判定，从致命模式到了基础模式。正当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远处的深渊还是给了他一枪。这件事后，小猪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怀疑。第二天，他顶着黑眼圈起了床，昨天发生的事还历历在目。他突然想起被自己打倒的角哥，心里苦恼不已，准备去分析室打听一下情况。一进门就碰到了要出门的同事，他微笑示好，结果对方面无表情的走开了。这个妹子叫弥生，她这副表情并非是不待见小猪，只不过她本身很少体现什么感情，一切残忍无比的事情她都能面无表情的冷静对待。别看她外表冷漠，其实骨子里还是很温柔的。当小猪往屋里走的时候，我都发现这个事儿不简单呐。はいはい、どちら様？这行云流水的操作，加上弥生出门整理衣服的动作，奇奇怪怪的画面在我脑子里反复上演。这个黄头发的女人呢，叫杜志恩，是个分析官，同时也是潜在犯。平时呢，靠分析各种数据来辅佐监视官和执行官完成搜查任务。小猪找到他，想了解角哥的情况，杜志恩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角哥的病情，顺便调侃了一下他。小猪回到办公室，老爹通知他有新的任务。两个人穿上投影服，乔装成警局的吉祥物，也就是无人机。听说这种萌萌的外形可以缓解市民的紧张感。他们还有各自的名字，男的叫太郎，女的叫花子。老爹一下子就锁定了目标，根本没有支配者。用他的话来讲，就是野兽能嗅出野兽的味道。三下五除二呢，就解决了潜在犯。这也算是为小猪上了一课。晚上，小猪来到了角哥的病房，为昨天的事情向他道歉。角哥表示，向执行官道歉的监视官很少见了。小猪以为他还在生气呢，其实并没有。作为警局的猎犬，他早就已经习惯了。根据西比拉系统的判定形式，从未犹豫过，也从未怀疑，盲目的顺从着以为了社会好下达的命令，已经忘记了思考。小猪靠自身判断了对错，比起使命，他优先选择了正义。这样，角哥认识到，刑警的工作并不是猎杀谁，而应该是保护。他说：“そういう上司の下なら、俺はただの犬ではなく、デカとして働けるかもしれない。”这一番话硬生生的给小猪整哭了。其实角哥也曾经是一名监视官，到底是什么让他变成了麻木的猎杀工具呢？这些我们就下个视频接着说。心理测量者是由老徐和申建真编剧的原创动画，搭配了导演本广克行，加之豪华的声优阵容，简直是视觉听觉的双重享受。本广克行老师曾经导演过日本的国民级电视剧《跳跃大搜查线》，豆瓣评分9.0，曾经获得22届和27届的日本电影学院奖最高导演奖提名。他一直想做无与伦比的动画，这次还真让他做到了。这部动画确实很惊艳，当然看见老徐就已经劝退了一些向往美好剧情的小宝贝了。剩下的就是我这种日常战斗在练习前线的老司机。在这个科技高速发达的时代，冰冷的机器真的能够代替人脑思考吗？正义这种东西真的会消失吗？预知后事如何，赶紧点个关注。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喜欢的观众老爷别忘了点赞、评论、关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收获更多精彩故事。比心。